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为什么每次蒸馒头都有2个像这樣的情況？到底是為什麼？哪裡沒有做好？這個視頻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咱們蒸馒頭到底應該注意哪裡才能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？因為這種情況呢，確實挺煩人。今天就跟大家詳細分享一下如何去避免它發生。首先，咱們今天的材料也比較簡單，這裡是酵母4克，然後麵粉還是咱們日常所用的中筋麵粉，也不是什麼高級麵粉。溫水再準備270克，也是正常的水量。第一點是咱們和麵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，因為咱們很多朋友不太注意一些小的細節。咱們放入麵粉，在中間給它撥一個坑出來，這個坑呢不要漏底，漏底的話呢粘得比較厲害。然後咱們倒上溫水，倒入溫水之後，咱們直接放入酵母。這一步大家需要注意，咱們放入酵母之後，像咱們在碗裡一樣，要給它攪勻，讓酵母分布的更勻，這樣咱們發出來的麵團它的效果至少是一致的，這就避免了一個問題的發生。然後接着咱們還是從邊緣開始往裡撥麵粉，這也是為了讓它更勻，發酵出來的效果不會有差別。麵團揉好之後，為了不夾雜乾塊，所以每次盡量給它揉光，然後包起來發麵，盡量放溫暖的地方去發。第二條要講的就是發麵。咱們發麵一般很多朋友都喜歡發得很滿，就是發得很旺，這樣的狀態呢，咱們拍一下它的聲音呢特別脆，但是裡面特別空，這種感覺。像咱們發到旺麵這種狀態，如果咱們揉麵不好，出現問題的幾率就90%以上。所以咱們發旺的麵在揉的時候，一定要給它把氣排空，至少不能讓它裡面有大的氣孔。如果說有大的氣孔呢，它就容易出現咱們開頭說到的那種死麵狀態。另外呢，它也會出現起泡，表皮有一個一個的那種坑。總之，咱們要記住，揉麵排氣這一步是相當關鍵的。如果說咱們不把它揉好，出現問題的幾率你就記住在90%以上。另外，大家還要注意，咱們揉好的這個麵呢，它也有一個假象。比如說像咱們畫面中這樣，看着是比較光的，但它裡面呢空還是蠻空的。咱們就這樣不需要再揉了，咱們直接下出劑子，然後咱們直接把劑子揉成饅頭。揉饅頭的時候，大家可以看我的手法是很亂的，一會兒大一會兒小，反正是不規則。這時候大家清晰的看到它上面會有這樣的泡在隱藏在其中，只是不是那麼明顯，咱們一扒就能看到，這就是起泡問題的原因。所以這一步咱們需要注意的是，每一次按壓的勻也要按壓實。揉好之後呢，它的狀態就像這樣光滑，看不見裡面隱藏的那種氣泡，就 OK。然後咱們直接像這樣收。在收的這一步大家需要注意，不要把它按得太薄。如果說按得太薄，中間太空，它容易頂上來，中間會有一個大的泡泡出現。這是說的正確做法。咱們今天呢，就是要往失敗了做，就是做出來讓大家知道哪裡的原因。饅頭咱們就揉好了，看表面很完好，沒有任何問題，也看不出有任何 bug。咱們直接放在蒸籠裡去發酵，用的還是溫水，大概發酵18到20分鐘就可以。火蒸20分鐘，開蓋見證奇蹟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這個饅頭就出現了那2個不一樣的，這2個呢就比較完好，然後其他的呢稍微有點欠缺。大家可以看這個表面坑坑洼洼也不平。這是什麼問題呢？就是咱們在揉麵的時候，裡面的氣沒有排好，有些地方呢按得不夠實。另外像這個，咱們可以看到邊緣這裡，除了上面不平，邊緣這裡還有發白的地方，這個就是太靠邊，邊上有一點積水，把它泡的。另外還有底部也是一樣，如果說積水太多，它就會發黏、泡白，像這種情況出現。所以咱們蒸饅頭遇到這樣的情況，第一步要改善的是麵不要發得太旺。如果麵發得太旺，一定要給它揉實，揉回咱們剛揉好的那種狀態，那種硬度，這樣做饅頭問題就會更少。咱們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和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